小白，你不要为当年没有救得了薛少华的事而内疚。当年的情况下，大家的选择都是正确的。军人不能怕死，重要的是不能白白牺牲。恰恰相反，正是因为你怕死，所以才有更强的求生意志，去成为一名更好的军人。 真高兴你们两个一起治好了小白的病。今天是周末，不如我们一起找个地方庆祝一下。算了，小白的病刚好，我想抽时间多陪陪兄弟。谢谢。谢什么？兄弟，是应该的。不好意思。 今晚我有事。那我自己去了，真的很好玩的。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我还是无法原谅他们。当年你哥出事之后，向浩还有沈文涛到学校去，为你哥讨一个说法。校方为了掩盖演习的安全纰漏，他们答应用抚恤金。 作为让向浩他们闭嘴的理由，只要他们不再追究此事，你哥就可以被追封为烈士，你们家每个月也可以拿得到抚恤金。否则校方会判定你哥擅自违背校规去参加演习，这样的话，你们家任何赔偿都拿不到。向浩他们两个想帮你哥讨回公道的心不比你少。 但他们为了你哥死后的声誉，还有你们一家的温饱，是不得已才妥协的。这也是向浩1年前要离开的理由之一。他很内疚，很自责，不只是因为他害死了你哥，而是他恨自己没办法陪你哥一起死。这不可能！为什么这件事情我不知道？因为向浩还有沈文涛，他们是那么骄傲的人，所以他们不会说的。 他们瞒着你，也是为了不想让你难过，让你活得有尊严。有时候恩怨只在一念之间，仇恨会蒙蔽你的内心，让你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树林、靶场，还有男生宿舍闹鬼的事情，都是你做的。 顾小白的耳塞，也是你动的手脚，对吧？想问我怎么知道这些的？我见过魔术道具店里的老师傅，你让他栽赃于我，虽然他没有说出是谁，但最后还是被我识破了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无凭无据，你想怎么样？学校闹鬼的事情之后。 校长命令我找出后面的捣鬼之人。我得知真相后，向浩还有沈文涛再三地请求我不要揭穿你。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吗？就算我哥的死，不是因为他们在关键时刻没有伸出援助之手，那也是他们硬拉着我哥去参加实战演习的。是他们对不起我哥哥。你太偏执了，你这样把学校搞得鸡犬不宁。 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哥哥的在天之灵知道的话，他会开心吗？现在我已经知道真相了，我把一切告诉你。我希望你不要再一意孤行，好自为之。爹，您现在知道军校里的大红人是谁了吧？谁？就是那个萧寒。 今天我亲眼看见高美人、顾小白、杜峰他们几个在一起打牌，还有这个沈文涛和向浩的关系，似乎跟顾小白的病一起，都被这个萧寒给治好了。她现在可是我们众男生眼中的女神呢。怎么？
莫非你也被他迷倒了？爹，他那点迷魂汤灌不倒我。可这个萧寒再这样下去，他还不知道要坏我们多少事。龙城军校这座小庙，留不得这尊大神，这个萧寒迟早是个祸患。如果真的让他过了试用期，留了下来，再跟我们学员们打成一片，那时候可真就是豆腐掉进了灰堆里，吹不得也打不得了。他的试用期还有3天，不能让他留在这儿，得把他赶出去。这是全体学员和教职员工的紧急集合令，一定是遇到什么重大突发事件了。走，去校场。到底是谁胆大包天，偷偷潜入校长室？军校是让你们钻研战略战术的，练习擒拿格斗是让你们扛枪保家卫国，不是让你们溜门撬锁到校长室来偷钱的。军校守卫森严，外人很难进来，这事儿就是家贼干的。要是敢主动站出来承认，我可以考虑从轻发落。怎么？敢做不敢当，要当缩头乌龟是不是？好啊，我自己查。一旦找到凶手，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，第一时间交送军队保卫处，依法重判。欧阳飞、谢天骄，到！你们俩分头搜查教员和学生宿舍。是。刘天宇、萧寒，到！你们俩给全校学生搜身。是。今天要揪不出凶手，我李字倒过来写。怎么样？身材如何？报告校长，学员宿舍、教员宿舍搜查完毕，没有线索。报告校长，所有学员搜查完毕，没有任何发现。不可能！军校守卫森严，外人不可能进来，贼一定就在你们中间。军校历来最强调的就是法纪2字，可竟然有人在这青天白日之下公然挑战校长的权威，公然挑战法纪，到底是谁？我倒要看看真相大白之后，你的骨头是不是和你的嘴一样硬？解散。哎，那上真是谁捅气货是吧？干嘛呢？我觉得这事儿可以推给萧寒。校长，您找我？啊，肖教官，来，进来。哎呀，
我已经考虑清楚了，抓贼一事不如交给你来查吧。什么贼？我们这里很多贼，偷钱的贼呀。哦，对，贼，不是吧？交给我？对呀，你呀是很优秀的，抓贼这种小事对你来说没问题的。不是啊，有问题啊！报告校长，我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优秀。有？没有。有？没有。有。没有。有啊！没有。有。你现在贼都让我去抓了，那还要龙城警察干什么用？我们堂堂龙城军校，连个内鬼都抓不出来，还要劳烦警察局去查，传出去很丢人。在心理学来讲，侦查本领是最高的成就，是吗？不是吗？是。一个好的心理学老师，是可以利用蛛丝马迹，运用心理学知识找到凶手。以前呢，我也听说过，西洋就有用心理学破案效率非常高的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当然知道。那我就给你3天时间找出贼来，这可是你的试用期里最后一项任务了。最后的任务。明白。明白就去做吧。完全明白。去做吧。报告校长，我一定会竭尽所能的完成这个任务的。那就好。谢校长。那我走了，再见。咦，这楼上就是校长办公室了。教学大楼里来来去去的人很多，竟然没有人发现异常。门锁没有被撬的痕迹，窗台上有脚印，贼一定是从窗口爬进去的。真把自己当福尔摩斯了，在这站着能想出个啥？李天汉带着一帮人都没有查出线索，你能查出什么？要不要帮忙？不帮忙一边去啊！闪开啊！如果你要是求求我的话，说不定我可以开动我聪明的脑瓜，给你出出主意。开玩笑，就你，左脑是水，右脑是面粉，不想还好，一想全是浆糊。不用麻烦你了，我已经想到了好办法。难道你真的没有看出来我是在帮他吗？我也没看出来你在帮他呀。再是我的话，我就灭了你！警告全体师生，校长室失窃案日前已经告破，犯案人系龙城第一大盗刘匪首。今日早晨，警察局已经成功捕获刘匪首，犯案人对盗窃军校校长室一案供认不讳。鉴于此次损失重大，王先生已再次捐出同等金额赠款，以支持培养高级军事人才，特此通报。还真是人傻钱多啊！你的这个古怪想法，我也配合了，但你这么胡闹，有没有十足把握啊？报告校长，我这一招叫做请君入瓮。那个凶手知道有人替他背了黑锅，就一定会放松警惕。一逮到机会呢，就会再次犯案。我已经在您的抽屉里面安装了机关，接下来我们只要多一点耐心，守株待兔就可以了。我可提醒你啊，距离15天的试用期满只剩下2天了。要是你查不出来，我只能请你离开了。是，明白了。只有2天，我会努力试试的。这就是我最后的机会，不过我一个人可能很难抓住真正的贼，所以我想请你们2个帮忙。可是我们也有嫌疑。
你们2个人就是我在这个学校最信任的2个人。哦，是吗？告诉你，你只要信任我就够了，他就算了。不过这个计划也有漏洞，虽然基本上可以认定是出了家贼，可是你怎么就能断定他还会去偷第2次呢？你说的没错。不过在军事重地公然偷校长室的钱是铤而走险，我相信这个人他不是惯犯，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既然不是惯犯的话，他肯定会再偷第2次。我这也是碰碰运气。反正今天大家睡了以后，你们2个人陪我去埋伏埋伏。还是束手就擒吧。我花了这么多心思抓你，我是不会让你跑掉的。他就是偷钱的嫌疑犯。追！果然上钩了。看来你这个欲擒故纵、捉贼的点子倒还不算笨。不过多亏我们反应快、动作快，否则光凭你这花拳绣腿，肯定让他跑了。闭嘴啊！有你吹牛的功夫，早就追上他了。你们找谁啊？大娘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要找的人好像进了您家的院子，可以让我们进去看看吗？我们家没有你们要找的人啊！大娘，对不起了。哎，你们怎么能乱闯呢？哎，别吓着我的孩子啊！过来过来来，不怕不怕啊！不怕。喂，里面的人，外面的出口都被我们守住了，你无路可逃了，出来吧。我知道你一定是学生或者是教工，我也相信你偷钱是有不得已的苦衷，只要你能把钱财还回来，我答应你，在校长面前替你求情，减轻刑罚。喂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敢做敢当。快出来吧，别到我们没有耐心的时候上去找你啊！都是一个学校的，何必呢？杜峰。你们不要抓哥哥！不要抓我哥哥！你们不能抓他，你们不能抓他呀！都是我们连累了他，他是个好人呢，求求你们放了他吧！啊，不要抓！什么连累不连累的？大哥犯了错就要接受惩罚，跟你们没关系。都怪我们，都是我们不好，好心人，放了他吧！啊！不要抓走他！求求你们了，放了他吧！他是个好人呐，放了他吧！啊！放了他吧！不要让他！这些孩子全都是李婆婆收养的战争孤儿，我也是其中一个。别抢啊！前些年，李婆婆身体还可以，
能出去替人洗衣赚钱。可如今他老了，我们长大了，可以打工赚钱了，来给这些孩子一口饭吃。这些事你怎么没早告诉我呀？啊，我是穷人没错，可李婆婆从小就告诉我们，穷得要有骨气。可难道偷钱就是有骨气吗？我也是走投无路。前几天有个孩子得了肺炎，病得很严重，我为了筹钱，不得不去冒这个险。反正这些钱又不是正道上来的，也不会用到正道上去，我为什么不能用这钱来救救这些孩子呢？那你第二次偷钱呢？这次偷钱，我也想过，这可能会是个陷阱。但是这屋里面还有几个伤残的孩子，战争让他们这辈子只能躺在床上度过。有了这些钱，他们至少能有口饭吃。肖教官，钱是我偷的，我不知道这件事会不会影响到你通过考核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只要你们不把李婆婆和孩子们牵扯进来，所有的责任我一个人承担。告诉你啊，反正这钱也不是。怎么样，查到没有啊？昨晚你的警铃响得翻天覆地的，总该有线索了吧？线索查是查到了一些，不过我们还要依照这个线索继续的查下去。明天可是你的试用期最后一天了，不管你查到没有查到，明天学校开会时你都要有个说法。不管怎么样，都得有一个离开军校，要么是贼，要么是你。是，我明白了，谢谢校长。昨晚警铃大作，我就不信萧寒什么都没有查到，他一定是查到了什么，但是隐瞒不报。不管怎么样，都得有一个人要离开，都是我们想看到的。爹说的极是。说，不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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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，不说。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船迟又遇打头风。我估计这瘟神看见我都要绕道走了。人家都说天无绝人之路，可是钱宝宝，你的漫漫人生路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走得很平坦呢？在想杜峰的事。你说这件事情啊，明眼人都能分得清是非曲直。杜峰做的呢，是劫富济贫的义举，他是在帮助那些小孩子。如果我去揭穿他的话，就是对不起他，也对不起那些孤儿。可是如果我不揭穿的话，我就会被赶出军校。我这么的辛苦，这么的努力，就是要留在军校。我如果被赶出去的话，那我娘她……我是说，我奶娘她就……肖教官，什么事啊？王记客栈的小二刚刚来送信，说你奶娘的病又加重了，让你赶紧回去看看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我出去一趟，回来我们再聊啊。大夫，现在怎么样了？怎么样？病情又加重了。他现在已经连说话都困难。上次我就告诉你，他的病很重，你为什么一直拖着，不把他送进大医院治疗呢？娘，
对不起，我知道了，我不会再耽搁了。我可不是吓唬你啊！如果他再不去医院，就保不住命了。娘，娘，回来了，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没什么事吧？没事。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如果遇到了困难的话，一定要告诉我。不过这件事情，我必须要自己去解决。其实我一直都想问你，留在军校，对你来说真的这么重要吗？重要，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。你是怎么想的？那你先告诉我，你现在是怎么想的？我当然不会供出他。杜峰是我兄弟，况且他做的是错事，又不是坏事。这件事，我替他扛。可是我实在是不能丢了这份工作。如果杜峰坐牢的话，那他这一辈子就完了。而且李阿婆那10几个孩子谁来照顾？啊？你好好想想吧。向浩，你别怪肖教官。我偷奸他抓人，天经地义，谁都别怪。之前我不是不敢承认，我只是怕我被抓了，那一家子老老小小，该如何生活？杜峰，这里面有些肥皂、毛巾、铅笔、练习本，都是你们不要的，我都给捡了。下次你回去的时候，记得帮我送给李婆婆。哎呀，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总爱开别人的油了。借肥皂，拿人家毛巾，吃饭从不请客。向浩，能跟你做兄弟，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。老天爷啊，谁能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
到底该怎么办？你说你多厉害，就睡在我对面，做那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我都不知道，藏得够深的呀。杜峰，你是好样的，我佩服你。我高美人从来没有服过谁，但这次的事，我服你。兄弟们以后要是混好了，记得给我找个活干，我也好沾沾你们的光。小白，替我好好看住小浩。知道了，放心吧。你让我怎么放心呢？如果他闹的时候你不陪他胡闹就不错。知道你还说。永远都是兄弟。后会有期吧。肖教官。我把校长室失窃一案全权委托给你，现在约定的3天期限一到，你到底有没有查出来？对不起，校长，我没能查清楚这次学校的盗窃案，没有办法完成这次任务。肖教官，未能完成既定考核，不能通过试用期。军校规定，不予录用。请你立刻收拾收拾东西，赶快离校吧。后会有期。肖教官，报告，钱是我偷的，肖教官不用走。不是夏浩干的，你闭嘴！什么？是你干的？没错，钱是我偷的。好啊，既然你承认是贼，那么肖教官可以留下。欧阳教官，校长，麻烦你立即把偷窃案的凶手押送到警察局接受进一步调查。是。杜峰是我兄弟，更何况我兄弟做的是错事，不是坏事。如果可以的话，
我会替他抗。谁呀？我是萧寒。进来。校长，夏浩他不是贼，你不能冤枉他。冤枉？他自己都承认了。你在这上蹿下跳替他喊冤有什么用啊？可真的不是他。肖教官，我知道你心疼学生，但是也不能毫无原则的一味包庇吧？军校请你来是教书育人，不是颠倒黑白。要是真的定了向浩的罪，那才叫做颠倒黑白。不是他，你就得走。你想留下就告诉我是谁。好吧，没有证据，你就不要在这胡搅蛮缠，出去吧。真有意思，这萧寒和向浩不是向来不对付的吗？今天唱的是哪一出啊？不管哪一出，对我们来说都是一场好戏。没想到没有赶走萧寒，倒是扳倒了向浩。这还真是风刮帽子扣麻雀，意外收获啊！警察局那边也要咬死，不能给向家留下翻盘的机会。我说，不是你做的，你为什么要承认啊？因为杜峰是我兄弟。那，做男人呢，一定要讲义气。哎，你现在欠我一个人情了，打算怎么报答我啊？啊？怎么报答我啊？你别闹了，你得先出来，我才能报答你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一定能出去。切，别不信我。早知道我就该阻止沈文涛去想办法救你。沈文涛救我？别开玩笑了，李继周知道我关在这里，下巴估计都要笑脱臼了。我告诉你，他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的，估计就连我爹也得费上一分苦心才能把我救出去。别说沈文涛了，也不怕吹牛把舌头给扇了。我说你这个人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好心都被当成驴肝肺。说我说的这么起劲儿，你呢？我向浩救了你和杜峰2个人，虽然呢你搭的是杜峰的顺风车，再怎么说你也算是受了我的恩惠，怎么说你也是书香门第，知书达理吧？到现在我连个谢字都没有听过。谢谢我，谢谢我，谢谢。人家没听见吗？谢谢。啊，真的好动听，我还想再听一次。你再听2次。好啦，别得寸进尺啦。哎，全天下被关到牢房里面还能这么傻乐呵的，就只有你一个人吧？哎呀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吃的肥肥胖胖的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去吧。那你好好的，我们会救你出来的。哎，记得报答我啊！下次过来记得给我带2个大肘子。沈文涛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办法救向浩啊？我去求过我爹了，他不愿意趟这趟浑水。那怎么办？这向浩还像个傻瓜似的，在监狱里面傻乐的呢。别着急，一定有其他办法。我会继续求我爹的，我一定不会让向浩在监狱里面平白无故蹲大牢的。就你那1哭2闹3上吊，长手了。虽然我不太赞同他莽撞的处理方法，但是这次我确实佩服他的担当和勇气。我也希望能帮上忙。我知道你的心里面一直是把向浩当成兄弟的，是值得尊敬的对手。放心，答应过你的事一定会办到。谢谢你。这句谢谢，还是等救他出来以后再说吧。想不到你也挺关心他的。
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想让您放了向浩，让萧寒通过考核。还有，以后不追究这件事情。就凭这几张破纸？就凭这几张破纸，足以让校长您身败名裂。校长可是大帅器重的爱将，自然也是树大招风，树敌无数。这些东西如果落到旁人手里，肯定能成为攻击您的利器。人不可能把钱带进棺材里，但钱却能把人带进棺材。这个道理您不会不懂吧？你敢威胁我？如果我说的话您怕了，这才叫威胁。好，我答应你的条件，但你得向我保证，立刻让这些东西人间蒸发。您放心，我沈文涛一向守信。同学们，在校教官和龙城警局探员的共同努力下，校长室失窃案有了新的结果，罪犯确实是龙城第一大盗刘飞手。向浩的事情也查清楚了，之前是为了帮助肖教官顺利通过考核，向浩才故意顶罪的。现在真相大白，龙城警局那边也会马上放人的。同时，鉴于肖教官在校的出色表现，肖教官已经顺利地通过了试用期，升任他为学校的心理学教官。同时，我特别任命他为机营战队预备队的班主任。向浩，你可以走了。哇！哎呀，帅的都歪了。怎么样？里边没被人欺负吧？你应该担心我在里边有没有欺负别人。向浩，哎，肉麻的话别说啊，是兄弟就别那么多废话。啊，对了，就你出来的事儿，沈文涛也帮忙了。谢谢你帮了我们大家。别自作多情了，我又不是帮你，我是帮我兄弟呢。你只是顺便搭了个顺风车而已。你的事我听小白说了，我向浩这个人呢，从来都是恩怨分明。这次的事儿，谢了。你要谢的话，就谢肖教官，是他让我救的你。他就算了吧，就不用言谢了。前者是你让沈文涛救我，后者是你要离开军校，显然是后者难度更大。哎呀，我记得某人当时跟我说，他是要报答的。要不就今天晚上吧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干嘛呢，向浩？这么拼命？杜峰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如果有个女孩子对你投怀送抱，你怎么办？可以呀，要是长得不难看，就收着呗。无耻，龌龊，给我烟台。不是，你到底是想收还是不想收啊？我就是跟他开个玩笑而已，没想到他当真了。你说怎么办？啊？你说我要是不从呢，伤了人家孩子自尊；我要是从了呢，你说我是那种人吗？是啊。哦，不是，你不是那种人啊。你看，
你往龙城大街上扔一块砖头，打倒10个姑娘，有9个都是对你投怀送抱的，剩下那个多半就是谢天骄了。可我以前也没见你这么纠结过呀。小教官。 今天正好是周末，我代表李婆婆和孩子们，想请你一起吃个晚饭。谢谢你对我们的帮助。好啊，反正晚上我也没什么事情。就请他一个人吃饭呀？你们，就你我们都有份，吃饭就没我们的份了。就是。那我们出去吃吧。走。走。哥几个，哎，想好，大家都有份，见者有份啊。 今天晚上大家一起好好热闹热闹啊！算你小子气，这还差不多。嗯。好了，别玩了啊！走了，我们先回去啊。谢谢啊。不行，我去旁边休息会儿啊。肖长官。 你怎么不喝啊？你喝大了，你们两个喝大了吧？谁喝大？去，陪我去厕所，别理他，我去厕所。走。好。你看看你们这几个平时上课调皮的要死，喝几杯就喝大了。嗨，顾小白，你喝大了。真小看我，你喝大了。真没用。走，你看我喝多了吗？你确实喝的不少。嘿，顾小白，真没用啊！男人不喝酒，往在世上走；女人不喝酒，啥意思也没有。什么道你弹我吧？啊，江同学，你喝大了！江同学，你喝大了！我从来没有喝大过，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你喝大了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男人不喝酒，往在世上走；女人不喝酒，啥意思也没有。所以我要请你喝杯。到，啥意思？啥意思？是，你们男人让女人喝酒，有意思吗？那你替他喝啊？我替你喝。不，我自己来，我来，没事。等等，给。哎，沈同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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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看见没有？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，喝酒。我喝你喝。女孩子家酒量还不错。我是出来走江湖的嘛，人在江湖混，早晚得还。酒量哪能不好？你说什么？今天月亮好圆啊！你们都没有人陪我看月亮，没人陪我看月亮。他们又喝大了。谁叫你抱我的？谁叫你抱我的？谁叫你抱？
这是什么呀？项链。送给我不？不可以，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，这不重要我就要看看它，我帮你摘下来啊！你别碰我，你别碰！我向浩想要的东西我都会得到的。不要碰！不要我就挠你了啊！不要！挠你！我看看。不行！我看看吧，我看看。昨晚怎么喝了那么多酒，醉得跟烂泥一样？不知道有没有酒后失言，瞎说八道啊！你要干嘛？这话应该是我问你。昨天。谁勾引的我呀？苍天呐！酒后失言也就罢了，竟然还耍了酒疯，简直丢人丢到姥姥家了。什么勾引你啊？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。那个，你昨天喝高了，你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昨天躺在你怀里的人其实是沈文涛，是吗？嗯。哎，我可有证据！还给！向浩，不给！告诉你啊，这耳环可是你勾引我的证据，我要时不时拿出来笑话笑话你。还有，上次你欠我这么大一人情，给我1碗红烧肉就把我打发了。告诉你啊，这耳环可是你欠我的人情债，人情债，给我债，钱包，你丢脸都丢到奇葩了，你这。教官好。好。去洗澡啊？吃饭去。真幽默。你听不听教官的话？啊？去。你的意思是去？这是秘密。哦。啊，这么聪明，快点！啊，是。对，就这。在哪儿呢？这。哦，在这里。啊，这个的。这个的。对，就在这里。对。你这个死不靠谱的！出卖我！我以为你们闹着玩呢。还看呢？向同学，我告诉你啊，那个耳环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，没有跟你开玩笑啊！拜托你把它还给我。你流氓！可能这个耳环呢，对你来说没有什么，
可是对我来说意义非常重大。麻烦你把它还给我。既然这个耳环对你这么重要的话，那我就更不能还给你了。你偷看人家洗澡，人家还没有说你，拿你一副耳环已经便宜你了。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放手！你先把耳环还给我。你说是不清，你先放手。你先还给我。你先放手。你还给我。刚才是不是很尴尬？什么呀？嗯，干嘛？顾小白，跟你打听个事儿。说。萧寒和向浩到底什么关系？师生关系啊。可是我总觉得他对萧寒和对其他姑娘不一样，他对我就从来没有这样过。他是不是对萧寒有什么意思啊？说什么呢？他天天对我那样，他就这么个人，他怎么可……哇，你这么说真的有可能，非常极其可能，喜欢的人是我。哼！又是我。怎么受伤的人总是我？小寒，看见你正好，我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，我昨晚喝多了，说了一些醉话，冒犯了你。哦，没事没事，没关系。昨天我也喝多了，我这个人一喝多啊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不记得了？嗯，那也好。不过你一个大家闺秀，那么能喝。比我们的酒量还要好啊！我这酒量啊，是在德国的时候跟德国的朋友们参加聚会的时候练出来的。哎，你知道德国人都很会喝酒的吗？是。以后再有这样的场合，我要看着你，不能让你喝那么多了。谢谢你。坐啊。好。少爷，干嘛？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没事。干嘛呀？参谋长知道你昨天从警局出来，所以让我给你拿点吃的，给你送过来。你不用工作啊，这么闲？啊，那儿有刘副官吧？而且最近我也在交接工作，等我去了西部剿匪，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。西部？你好端端去西部干嘛？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？现在到处都是灾，到处都需要人手。我看，这也是该我尽一份微薄之力的时候了。告诉你啊，少一根头发拿你试问，
你也是。走了。一定要小心点儿。好的，好的，我们军校一定会鼎力支持。明天我就派人出发。好的，好的。怎么了？又有新任务了？龙城西北遭遇了洪灾，大帅让各部分都支援一下，捐钱捐物。我采过了2车物资，明天派学生送到灾区去。不是什么大任务，就是给学生们一个锻炼的机会。虽然不是什么大任务，但却是个打击对手的好机会。诸位都是机营战队预选班里的优秀学员，押运物资的任务就由诸位负责执行，班主任萧寒全程陪同任务执行。这虽然是一次小任务，但却是大帅特地留给我们机营战队预选班学员的一次锻炼机会。大家不可以掉以轻心，务必漂亮的完成。我祝大家一路顺风，凯旋而归。好，出发！敬礼！礼毕！向左向右站！齐步走！不好意思，这是我的位置。我懂，上来吧。少爷放心，少爷吩咐的事情我已经办好了。这里只有我们2个人，你不要那么小声，我都听不清你在说什么。老爷，我已经按照少爷的吩咐，把学生运送物资的消息找人散出去了。有一个号称独眼霸王的马一眼，这几天正好在龙城附近活动。这批货，他的人已经盯上了。这个马一眼什么来路啊？听说以前是个屠夫，生活所迫逼上了梁山，生平最恨那些个当兵的。此人江湖上有一号，也算是个狠角色。这些个学生，要是落到他手里，怕是凶多吉少。同学们加把劲儿，我们争取在天黑之前把物资装完，启程回军校。别担心，这种小任务很快就搞定。我才不担心呢。不担心？我告诉你们几个啊，这个任务绝非那么简单。来，身处乱世，这些物资有多么的缺乏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什么土匪啊、流寇啊，外系军阀都盯着这些物资呢。我告诉你们，要真打起来，免不了真刀真枪，你知道吗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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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你打成蜂窝煤。
也许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任务了。闪远一点！我还以为是大帅故意派了个轻松任务给咱们练手呢，没想到是个没人要捡的烫山芋啊！烫山芋呀！哎呦，还以为是出来玩的呢，不会是有去无回吧？怕什么？有什么好怕的？我们可是军人。文涛说得对，几个土匪有什么好怕的？你当土匪是吃干饭的呀？我告诉你们，心狠手辣，枪法好又会骑马，知道吗？会武功，打得狠，而且熟悉周边的一切地形。一旦打起来的话，比正规军都厉害。不过没关系，你不怕。要真打起来，我就躲你后面。我好害怕，我好害怕！哎呀，向浩，你正经点好不好？到时候真的打起来怎么办？闭上你的乌鸦嘴行不行啊？快点儿，你们动作快一点儿！冲！冲！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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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都别动！都老实点！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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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实点！别动！说的没错，我们土匪啊，还真就是这么个样子。弟兄们，连人带货，一起带回去。是，走走走，快，走，快走，走走走，快走，走，快！后边快点，跟上，跟上了啊，快！快点，快！小狗回来了，快快快！走啊，快点！好，跟上啊，快来！真叫你给说中了吧？什么好事全叫我们给赶上了。不是赶上了，是叫人家给算计了。我们这次押运物资是秘密行动，可是路线、人员配置和交货地点人家都知道，明摆着有备而来，打定了主意要埋伏我们。不用说了，肯定有人走漏了风声。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那个瞎了一只眼的就是闻名江南的土匪头子马一眼，但他一直只在江南活动，不知道为什么竟跑龙城犯案来了。哎，这个马一眼什么来头啊？怎么样，解开了没有？我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，关在一起的就不用绑绳子，他们互相之间能解开的吗？浪费。哦，诸位兄弟，我马一眼，我知道你们都是军校的学生，我马一眼没读过书，不过啊，我不是浑人，我明白道理。如今生逢乱世啊，大家就图个快活。我马一眼虽然落草为寇，但我劫富济贫，替天行道，那也是威风八面。古有宋江晁盖，现如今啊，就属我马一眼了。对，就是我们帮主了。现在你真够厚颜无耻的，救灾物资你都敢抢，还自称是宋江晁盖，我看你就是个臭山贼。谁是臭山贼啊？谁是臭山贼啊？闭嘴，泼猴！我们是臭山贼，你们都是英雄好汉了。这你们的大帅，口口声声说为国为民，私底下走私军火、贩卖烟土，什么恶心的勾当没干过呀？哎呀，我就直接告诉你们吧，咱们就是身上这层皮不一样。我马一眼讲道理，给你们指条明路。如今这乱世，在哪儿不是吃粮拿饷、扛枪骂娘啊？啊！各位我看也都是热血男儿，有着一身的好功夫，那不如就留下来跟着哥哥我干吧！啊！
留在这山寨，我保你们吃香的喝辣的。不愿意的，我也绝不强求，只要保证不泄露我们的行踪。挖了眼珠子，割了舌头，我让弟兄们送你们回去。怎么样啊？我们才不会和你同流合污呢。哎呦，你们军校里还有个美人呢！我警告你啊，你要是敢动我们教官，我让你变成马没眼儿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教官是吧？长得这么漂亮，我喜欢。美人，留下来给我当个压寨夫人吧。去死吧你！哎呦呦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想得美。没事，不用着急。我给你们1个小时的时间，好好考虑。到时候是喝酒吃肉呢，还是割舌挖眼呢？你们自己选。呸！你当我是吓大的？嘿嘿，你们确实不是吓大的，你们是吹牛长大的。闭嘴，你这个泼猴！听你说话我就起鸡皮疙瘩。你才猴呢！韩旭，快，跟我聊天，快聊天？都什么时候了还聊天呢？还不快想办法！对啊，美人，让我好好看看你，一会儿眼睛就没了。哎呀，可惜我们这么英俊的脸庞，竟然会先没了眼睛，再没了舌头，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！人总有一死，但就这么死了，未免也太窝囊了吧？我倒有个办法。你不要再有办法了。刚刚就是你在那边学乌鸦引来土匪的吧？我撕了你的！哎，疼！好，你说你有什么办法？有建设性一点啊！除非你嫁给他。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吧，美人。我就3句话：第一，我愿意给你当压寨夫人；第二，我愿意劝那些学生投降，加入你的军队；第三，事不宜迟，今晚我们俩就举行婚礼。答应的那么爽快，不会是想耍什么花样吧？你都看到了，我那些学生个个都是硬骨头，你那些挖眼珠、割舌头的话，在他们那里根本就起不了作用。但换个方法，如果我是你的压寨夫人，他们死鸭子再嘴硬，也该松口了。如果你答应我的话，我就立刻去劝劝他们。有道理呀！啊，这军校的教官说话就是跟我们没念过书的不一样啊！哎，我这媳妇儿定个师爷，娶得值啊！答应了。好，答应了，我们就立刻举行婚礼。我现在就去劝劝我那些学生。好，你们2个送教官回去，她马上就是我的压寨夫人了。给我小心伺候着，出什么闪失，我要你们俩小命。是。娘子，慢走。寨主，你不是不信他吗？你懂什么呀？这女人的确是心里有鬼，不过我打算将计就计。这个贴上，好，放上，看干净啊！哎，快点，好，挂点，好，好，来了，挂上，闭嘴啊！行吧，上边都挂满了，好。恭迎当家的和夫人。安静！吉时已到，一拜天地。好。2拜高堂。当家父母双亡，没有高堂可拜，直接夫妻对拜。夫妻对拜。好。
啊？美人。相公，我们交杯酒还没喝呢，就要洞房，太不吉利了吧？娘子说的极是啊，那我们抓紧吧。哎，等等，我听说你马一眼在江湖中为人豪爽，酒量惊人，就这2杯，未免也太小家子气了吧？那娘子是想，来，相公，干杯！好，来，相公，干杯！干！好酒量啊！快点喝，快点喝！来，多喝酒！来！感情深，一口闷；感情浅，舔一舔。来，感情厚喝不够，感情薄喝不着。大家来板上，来，来板上。哎，没酒了啊！没酒怎么成席呢？没酒了啊！马家寨怎么能没酒呢？是啊，我去拿。哎，我们去拿。来，我去拿。起来，来，喝！我敬你。哎呀，帅哥，你咋这么帅呢？你咋长的呀？是啊。干杯！娘子，这酒也喝完了，咱们抓紧时间洞房吧。洞房啊？对呀，来吧！相公，哎，娘子，相公，等，我有个西洋玩法，很刺激的，包你满意。西洋玩法啊，还包我满意？很刺激的，相公。哇！来，6个6都有啊，5回手，8匹马，7个脚，行了啊，来，接着来。来，我马大猫，我韩旭，今天结为异姓兄弟，兄子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对，有天地为证。喝，来，喝。哒哩来哒哩当，哒哩来当。花样小酒天天有，喝完这酒喝那酒。枪中自有枪中手，不喝醉了不罢休。好，你去喝啊，你去喝。哎呀，你们俩怎么不？你们这帮山子真耍家啥？在面前把酒都倒了，看不出来。或许是真的吧。哎，外面怎么样了？哎呀，你们俩怎么不喝酒？说要不要去试试他们呀？哎呀，我的嘴里是谁的腿儿啊？兄弟，别玩枪，会走火的。喝酒啦！玩够了吗，娘子？这酒也喝了，舞也跳了，太阳都下山了，再这么等下去，可真是黄花菜都凉了。
别等了，咱们洞房吧。我是一只眼不好，不过不是脑子不好。你还想惯我？我的酒量可是一直喝。来吧！你们这些傻学生，哪是我们大哥的对手啊？我们大哥早就看出你们没安好心。切！我们喝的酒里啊，早就兑了水了。像这样的酒，我们再喝2缸都没事儿，你们就别费力气了，是不是啊，兄弟们？对着他们。你严肃点儿，笑什么呀？我们打劫呢。这什么呀？你猜呢？这到底是什么呀？凉水配巴豆，够劲儿。什么？巴豆？果然很坏。刚刚给你们酒里下的东西，算是给你们的回礼。有。你还跑？走！哎呦，娘子！你们2个这么晚才来，想我死啊？还不救我出去？哎呀，让开啊！快！我们回军校吧。部将，给在面的物资还在马一眼的山寨里。没有这些物资，灾民们会饿死的。我们一定要夺回物资。这样，你回去搬救兵，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再想办法。走。快！